女儿，你确定为了那顾家的小道违规平反？你身为龙眼大小姐，手上握着无尽的权力与财富，只要你想要，为父都可以给你。你们不能欺负小雨。小雨哥哥要被顾家收养了，今天是我们见他最后一面。孤儿院里只有哥哥愿意保护我，陪我玩。长大以后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这是妈妈给我的玉佩，可以合二为一。长大以后，你拿着它来找我。哥哥，你一定要等我。父亲，我只想跟顾瑞泽有个家，请您成全。我虽是你的生父，但没有权利阻止你追求幸福。可无论如何，你依旧是龙眼大小姐，也是父亲唯一的女儿。苏月，以后我父亲和龙眼就交给你了。属下明白。顾瑞泽，我以普通人的身份陪在你身边3年，如今盛世太平，我也该把真相都告诉你。我们结婚吧。瑶瑶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亲眼看着那贱人喝下去，保证他活不过今天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结婚之后，你要把你穆家的祖宅和你那60万的存款全部移交到我顾家名下。老公，现在我是你的妻子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了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，你还记得这半块玉佩吗？这是小时候我在孤儿院被欺负。瑞泽，这种不值钱的东西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别浪费我时间。瑞泽，这是我们小时候。瑞泽，我头好痛。穆雨晴，他怎么了？医生说了，他突发脑梗，醒来了几率为0，要当一辈子植物人喽。他怎么就突然这样了？是不是你？是我干的又怎样？就凭你，也敢对我指手画脚？虽然你曾经是沈家少爷，但你现在就是个死残废。要是没有我顾家，你他妈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顾瑞泽，你不是人！你这种残废，只配在地上爬，知道吗？那就因为那些房子、那些钱，就要毁掉穆雨晴的人生吗？一个打工妹也想高攀我顾家，要不是她身上有点存款，我连碰她都觉得恶心。你现在好了，她成植物人了，她所有的资产呢都会顺理成章的到我的名下，一切都很完美。好了，我要去约会了，就让她自生自灭吧。哼。难道好人真的没有好报吗？给，谢谢。不用这么客气，你是顾瑞泽的表哥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顾家只有你看得起我，但我配不上你。小雨，如果是你，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帮助他人吧？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。龙主，西域36城未找到大小姐，北原3大洲未找到大小姐，小姐的下落依旧不明，我们急需扩大搜索范围。接着找，就算是捅破天，也要把我的女儿给我找回来。新沈达，你做事这么慢慢吞吞的，你是想让老娘供着你呀？老板娘，你听我解释。行了行了，你站不起来就别站了，真他妈晦气！呸！像你这种人呐，给我10个我都心疼。拿了钱赶紧滚蛋！雨晴，你到底什么时候醒来？沈书涵，你5年前为了穆雨晴那个贱人跟我顾家反目，现在还有脸来找我顾家要钱？顾瑞泽，我只希望你能够出手救救穆雨晴，毕竟她也是你的妻子。不，3日之后啊，我会和瑶瑶结婚，我的妻子
只能是瑶瑶。至于你说的那个什么顾雨晴，不熟，没见过，不认识。你当初要是老老实实的待在我顾家，不说大鱼大肉吧，但最起码饿不死你。但是你看看你现在，为了一个半死不活的女人，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，你也别指望她醒了之后会被你感动。你可是个连狗都跑不赢的残废。我别无他求，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，好好活下去。哎呦，好感人哦，瑞泽啊！怎么，住院费交不起了是吧？只要你能站起来，拿到我手里的这叠钱，箱子里的全部归你。哎呦，你好坏呀！没看见人家都半身不遂了吗？别太得寸进尺。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？是你来找我要钱，给不给我说了算。哎，你要是交不起钱，我就把穆雨晴那个贱人给丢到海里去喂鱼。你说到做到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能拿到我手里的钱。来，像条狗站起来，我看看。哎呦，真吓死我了！没想到这个残废还真能站起来呀！我顾家的狗窝空了这么久了，以后你来住吧。至于我跟瑶瑶的婚礼，你就来酒店门口当条哈巴狗吧。哈哈。沈先生，您的病人醒了。雨晴醒了。雨晴，许书恒，是瑞泽让你来的吗？桂子最近在出差，他不能来看你。雨晴刚醒，我不能把顾瑞泽快结婚的事情告诉他，他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其实桂子这5年一直在照顾你，他一直相信你能醒过来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打扰他了。哦，我相信他心里是挂念着我的。其实桂泽他……沈书涵，谢谢你能来看我，但我现在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哦，那你好好休息。龙隐听令，我宣布，龙吟启动 S 级命令。是。众将听令，以无敌之姿迎接大小姐回归。我不在的这5年，父亲有没有怪我？盟主一心思念大小姐，从未有过怨言。等我处理完京城的事务，就回龙隐看看他老人家。毕竟我不在的这5年，都是瑞泽在照顾我，他对我的爱，我无以回报。苏远，属下在。我要让顾家成为大夏的顶级豪门，我不能辜负瑞泽对我的爱。属下明白，我已通知上京财团对顾氏集团下放1000亿投资，假以时日，顾家必定成为大夏顶级世家。不过，我听闻顾家将在3日后举办婚礼，一定是瑞泽知道我醒了，想给我一个惊喜，才举办了这样一个婚礼。该回顾家看看了。瑶瑶呀，你跟瑞泽结婚以后要好好生活，争取呀给我们顾家生个大胖小子。妈，说什么呢？妈，你想我了没？陆雨晴，你是人是鬼？妈，我是你儿媳妇儿，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？你不是在医院里躺着呢吗？妈，瑞泽呢？我醒了，你们怎么也不说来看看我？你放开我！谁让你碰我呢？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醒来，你们难道不高兴吗？你要是死在医院里啊，那才是皆大欢喜呢！我还要敲锣打鼓放鞭炮呢！
5年了，整整5年了，半死不活的吊着一口气。知不知道，我儿子因为你这个扫把星，他承受了多少压力呀？现在他好不容易步入正轨，马上就要跟瑶瑶结婚了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了。我看你是想让所有的人都不好过。结婚？唐诗瑶，顾瑞泽是我的老公，你怎么能？你有完没完呀？啊，穆雨强，瑞泽这么好的男人，他凭什么等你啊？换作是他躺在医院里5年，你会等吗？我告诉你，别在这装可怜了，顾家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。如果是顾瑞泽的话，不管多久我都会等他的，因为我爱他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爱你，请你立刻滚出我顾家。瑞泽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这不是忙咱俩的婚事吗？我答应过要给你一个难忘的婚礼。顾瑞泽，你把我当空气吗？我说了，滚出去！这是5年前我们一起领的结婚证。我明明那么爱你，为什么我醒来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？穆雨晴，我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。要不是因为你身上有点钱，我怎么会跟你这种下三滥的女人在一起？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，到头来却还是空欢喜一场。那这个呢？这是小时候在孤儿院你送我的半块玉佩，你还说这是以后我们相认的信物。你说说你呀，是不是躺了5年，把脑子都给躺傻了呀？就这，这种地摊货，我看都不会多看一眼，我更不会跟你玩这种恶心的过家家。而且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得到了上京财团的支持，假以时日，这江城都是我顾家的天下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这个月工资3000的打工妹，连给我擦鞋的资格都没有。上京财团对你顾家的投资是我安排。够了，赚的不多，口气倒是不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几年要不是那个废物沈书恒在医院照顾你，恐怕呀，连有人给你收尸都没有。沈书恒，是他照顾了我5年，亏的呀，我们顾家把他养大，没想到他是个白眼狼。这些年呢，沈书恒啊，为了给你凑医药费，过得呀那叫一个惨呢。不过我也真的挺佩服他的啊！你说他一个下肢瘫痪、半身不遂的人，竟然能打工这么久啊！依我看呢，你要不就嫁给他吧，替他传宗接代啊！你敢打我！你敢打我老婆！顾瑞泽，是我看错了你。从今以后，你我之间再无瓜葛，但你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沈书恒默默守护我5年，此恩难报，我要赠他一世富贵荣华。苏月，我要找的人并不是顾瑞泽，扩大搜索范围，一定要把这块玉佩的主人找出来。属下明白。瘸子，你干活能不能麻利点儿？老大，我这个月已经没钱吃饭了，你能不能先预支我点工钱？哇！你还好意思找我预支工资？你个连路都走不明白的残废，还敢张口管我要钱？麻溜的给我滚！老大，对不起，我还能干活的，不要紧的。
来人，该把这残废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住手！你谁呀？雨晴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要碰我，我身上很脏。已经没事了，这有我呢。你们到底想干啥？道歉！道歉？是他耽误我们工地施工，明明该道歉的就是他这个残废。美女，我们工地的施工费可是很贵的，你们每耽误1秒钟，我就损失好几万块，知道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你对不起，我错了，你们原谅我吧，滚！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妈妈给我的遗物，它现在已经不值钱了。你是小雨？原来我要找的人一直都在我的身边，可我却把真心错付给一个渣男。舒涵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承诺吗？你答应过一定会娶我的。小雨，你找大人当我老婆好不好？好呀，我一定要当一个好妻子。我们那时候还小，哪懂什么情情爱爱，都是儿戏罢了。况且你也看到了，我双腿残疾，给不了你正常的生活，你值得更好的。舒涵，有我在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你别再管我了。喂，沈书恒，你个死残废，挺会跑啊！赶紧来我的婚礼帮忙。好。玉清，我要回顾家了，你最好还是离开江城，不要再回来了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如今顾家已经得到了上京财团的支持，我们得罪不起。舒涵，我们的这次相遇就注定的不会再分。从今以后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他们对你的所作所为，我会让他们百倍奉还。苏叶，我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在送往顾家的路上。顾瑞泽，这一次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瑞泽，我今天好看吗？你在我心中一直都是最美的女人啊！雨晴，你千万不能冲动啊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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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顾瑞泽，这个就是我对你始乱终弃送来的贺礼。顾瑞泽，这个就是我为你始乱终弃送来的贺礼。这坐轮椅上的男人，我倒是认识，是当初江城赫赫有名的沈家少爷。可这女人是谁呀？这女人啊，就是昏迷了5年的植物人前妻，她怎么送到中国来呢？穆雨晴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给我儿子送终！穆雨晴，你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吧？这场婚礼可真是豪华，可惜站在台上的人并不是我。穆雨晴，这个世界上谁都有追逐自己幸福的权利。你昏迷这5年，难道瑞泽就要等你5年吗？是啊，与其等待，不如找一个更好的。顾少没有做错。昏迷了5年，确实可怜，但这也不是你胡闹的理由啊！穆雨晴，大家都是女人，你应该明白这场婚礼对我的意义是什么。今天本来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，可是你居然带着一口钟前来闹事。穆雨晴，你连最基本的道德底线都没有了吗？你难道想让我的人生跟你一样不幸吗？
我为什么昏迷，你们两个不应该最清楚吗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雨晴为什么变成植物人，都是顾一泽你一手策划的。那是5年前顾一泽在病房当着我的面说出来的。诸位，穆雨晴曾经是我的前妻，后来5年前突发脑梗，成了植物人。我作为她的丈夫，我等了她1年又老。但是顾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，我可以忍受，可以接受，但是我不能让顾家绝后。穆雨晴，我知道你醒来之后发现一切都变了，你很绝望，很迷茫。如果你需要赔偿的话，我们可以协商。但是现在，请你离开我和世瑶的婚礼。顾少也算是个痴情的人，但奈何天公不作美，有情人难成眷属啊。穆小姐，这都是造化弄人。作为曾经的爱人，你还是给双方都留点面子吧。冠冕堂皇，够了，穆雨晴，你难道还不明白吗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们顾家现在得到了上京财团的支持，而这些上京大势力的背后，更是有着举世无敌的龙隐撑腰。单凭这一点，我顾家就可以在江城，甚至是整个南省横着走。你确定还要跟我对着干？你确定还要在我的婚礼上胡搅蛮缠？你如此嚣张，龙隐知道吗？我顾家现在还轮不到你这个大宫妹来指手画脚。既然如此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一下我顾家是多么的无知。儿子，这一大群人来势汹汹的，这都是谁呀？是啊，这些人你认识吗？我不记得我邀请过他们呀，难不成他们是穆雨晴叫来的小混混？这女人杀气真重啊！你看这女人的神态，好像苏越大将军的戎装啊！儿子，这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这可是苏越大将军，他肯定是代表了大夏龙隐来参加我的婚礼的，咱们呀可得好好招待他。好好好，这可是上京来的贵客呀！哎呀，苏将军啊，我们也未得知您要来参加我儿子的婚礼，所以呀，我们也没有提前准备。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您快请上座吧。苏越将军，今天是我与唐家唐世瑶的婚礼，感谢您百忙之中参加婚礼，你们顾家也配？苏将军啊，你如果看不上我们顾家，又何必来此羞辱我们呢？目不识珠，滚开！穆雨晴，你要是敢对苏将军不敬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属下苏越见过大小姐。雨晴她竟然是龙隐的大小姐。大小姐，瑞泽，穆雨晴她居然是龙隐的大小姐。儿子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苏将军对这个贱货如此恭敬？大小姐，难道是大夏龙主的女儿？如果她真的是大小姐，那我们顾家不就完蛋了吗？不可能！穆雨晴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是大夏龙主的女儿？我刚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还在餐馆里边洗碗端盘子呢。苍生百态，红尘浮世，任何职业在我眼里都没有高低贵贱，倒是你们顾家居高自傲，盛气凌人，为了得到我的钱，连做人最起码的底线都没有了。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顾瑞泽，领证那天你给我喝的水有问题吗？你喝吗？我不渴。那我们去领证吧。啊，走。你再敢胡言乱语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事已至此，你竟然还不成？那好，那今天我就送你们3份贺礼，祝福你们这对婊子配狗的爱情天长地久。我们顾家好好的婚礼都被这帮混蛋给毁了。妈，您可别气坏身体了。妈今天的脸都被这帮混蛋给丢尽了，赶紧把他们都赶出去啊！穆雨晴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告诉你，
今天你花钱请这些社会流氓假扮苏月将军来搅乱我的婚礼，要是把我妈的身体气出个好歹，我绝不会放过你。玉清，你在顾家混到尚有退路，但你假冒龙云大小姐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你也觉得我是在开玩笑？陪你凤凰一次如何？这龙云大小姐你是与不是，我都相信你。穆雨晴，且不论你身份的真假，就凭你这穷酸样，你能拿出什么像样的贺礼？别到时候下不来台，闹了笑话。下不来台的恐怕是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唐诗瑶，你18岁那年在外留学3年，这3年你应该过得很精彩吧？这红包里装的可不是钱，是一张医疗单，而且是跟你唐诗瑶有关的医疗单。瑞泽，你快叫人把他们赶出去，快啊！怎么？我看在场的各位都很好奇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各位，这医疗单上清楚地记录着唐诗瑶在国外的堕胎次数。你血口喷人！我在外留学3年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男朋友。不需要我多说，你应该看得明白吧？儿子，这到底是不是真的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妈，这都是假的，这都是穆雨晴为了破坏我跟瑞泽的感情所捏造的数据啊，妈！这上边都有海外医疗机构的印章，怎么可能有假？今天这顾家人真是丢死人了！没想到今天能看到如此的好戏，全给老子闭嘴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不是的，瑞泽，我真的没有在外面乱搞。你是我第一个男人啊，瑞泽，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？这是海外最具权威的医疗机构，上边白纸黑字的显示你堕胎3次。今天你要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这婚我不结了。儿子，你千万不要冲动啊！没准这数据是穆雨晴那个贱人他伪造的。妈，这数据可以作假，但是这印章它不可能。不对，等等，穆雨晴，你刚醒来不久，哪儿来的手段搞的这张医疗单？是，他明明就是个打工妹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人脉去联系海外的医院啊！你骗我！这点小事儿用不着我亲自动手。穆雨晴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在你昏迷的这5年里边因循他欢，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苦衷，我也要面对我自己的母亲。今天你不该用出如此龌龊的手段，让我顾家在江城颜面扫地，与众人面前难看。一梦5年，醒来之后却发现失去了顾太太的身份，难免会怅然若失啊。就算如此，他也不应该用出如此下作的手段，简直无耻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相信我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一个刚醒来的植物人就能够满世界乱跑？最毒莫过妇人心，我儿子从来没有亏欠过你，没想到你这个贱货居然处处来搅和我儿子的幸福。还有你这个残废，我顾家供你吃供你喝，没想到你现在吃里扒外。早知道你们两个狗男女就是有奸情。自从被你们领养，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。18岁那年，我为了救顾瑞泽失去了双腿，你们可曾报答过我？你们有把我当成真正的人看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与你们顾家一刀两断。一刀两断，就算是我们顾家养的一条狗，它也会摇摇尾巴跑过来。你一个残废，只会拄着个轮椅，我早就应该把你赶出我们家门去。当初在顾家，我就一直觉得你们2个人总是眉来眼去。我还心想，你穆雨晴虽然品味不高，但是也总不至于喜欢上一个残废的。今日一见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哎呀，有的人啊，就喜欢这种特殊的感觉，就像是个变态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你敢打我！这个贱人还敢动手！
你们顾家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全都烂透了。你，穆雨晴，闹够了就请你立刻滚出去。今天到场的，除了我顾家的亲朋好友之外，还会有上京财团的全使者也将入席。得罪他们，在大夏再无你的容身之所。上京财团之所以给予你们顾家支持，都是因为大小姐的收藏。就凭你一个在江城的二流世家，也配？执迷不悟，你们3个畜生，死不足惜！顾瑞泽，今天我就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我要把你做的那些肮脏之事全都公之于众。这个东西你应该认识吧？这难道是？诸位，这个就是让我昏睡了5年、险些丧命的化学药剂。顾家曾经放出消息说这女人是因为脑梗才昏迷5年，难道这其中另有隐情？顾少在江城的风评很不错，不可能做出杀妻之事，分明这女人在说谎。这药剂已经停产了，5年前的那管已经是最后一支，这个贱人怎么可能弄到？穆雨晴，我们对你的昏迷都感到很不幸，但是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归咎于他人头上吧？况且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瑞泽害的你？证据？好，你们要证据，那我就给你们证据。是瑶，穆雨晴这个贱人怎么醒过来了呀？你不是说那1管的剂量没有人能撑过3年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醒了呀。现在讨论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儿子呀，你要尽快想办法把那个贱人赶出江城去。如果让他知道是我们顾家投的毒，那以后我们在江城就没法混下去了。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先把婚给结了，我这就去联系上京财团，你们在家等我消息。你个贱人，竟然敢在我家装监控！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你向大小姐投毒一事，该当何罪？穆雨晴，大家不要相信这个贱货的假话，这个视频肯定是他合成的。我们顾家从来不会做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。你别再混淆视听了，你们顾家的所作所为无耻至极。单书涵，我当初就应该直接弄死，要不然这个贱人也不会醒过来。真渣！也就是说，你承认你做的一切了？是，确实是我给你投毒的。为了得到你那些身上的资产呀，我煞费苦心从国外特别买回来的化学药。不过，是个部分，你就是一个打工妹，一辈子都是社会底层。就算我这么对你，你又能拿我怎么样？我顾家身后可是上京财团，而我也即将成为这江城的首富。我现在就是大夏龙饮在江城的代言人，我看谁敢动我！穆雨晴啊，你费尽心思的来我跟瑞泽的婚礼捣乱，无非不就是想要赔偿？好啊，那我唐家就给你1000万。我不要你们唐家的脏钱，今天我一定要让顾家身败名裂。做人要懂得知足，该给你的我们都给你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你们可别忘了，我还有第3份贺礼没拿出来。穆雨晴，没完了是吗？这是上京集团对你们顾家拟定的投资方案。现在所有合同全部取消。你是来搞笑的吧？你一个打工妹，哪有资格代表上京财团啊？我们顾家之所以能成为上京财团在江城的投资对象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施瑶，是堂叔在给我们牵线搭桥。你手里边的这份合同，问问在场的诸位，有人信吗？我叔叔啊，那可是南省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随后呢，更是成为了上京财团的对外投资人，而我唐家也顺势成为了大家族。而如今啊，上京财团的投资计划就是由我叔叔全程负责的，并且他马上就要抵达婚礼现场，届时
你们一个个全都逃不掉。唐耀辉可下放不了这1000亿投资，真正的方案书已经变成了废纸。你认识我叔叔？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罢了，他可决定不了上京财团的决策，也救不了你们。你苏月，让这个唐耀辉3分钟内滚来见我。唐耀辉，命你3分钟内过来见我。装模作样的，累不累呀？就凭你这个打工妹，怎么可能会认识唐叔啊？这里是之前答应你的1000万，拿好，给老子滚蛋！哎呀，所以说呀，到头来还是为了要钱。这些社会底层，这些钱还是留给你们顾家收尸吧。这可是1000万，这个贱人就算打一辈子工也赚不了这么多钱。儿子啊，既然这个贱货他不要，就不要给他了。瑶瑶的叔叔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可不能让他看到这荒唐的一幕，不然的话，人家指不定在背后怎么议论我们呢。是啊，虽然叔叔是我的家人，但他现在已然是上京财团的代表，我们还是不要给他留下不好的印象。知道了。穆雨晴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为了你以后不再纠缠我，我只能动用暴力。来人！执迷不悟，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怎么了？据说是咱们少主的少主发怒了，好像这是要抓你过去平息怒火。玉清，我能推1会儿，你跟苏小姐赶紧走。我是个残疾人，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舒涵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大家给我住手！哎呀，亲家呀，你终于来了！这场婚礼呀，就等着你了。来来来，这边坐。顾瑞泽，你给我过来！完了完了，我叔叔平时很温和的，今天怎么跟换一个人似的？肯定是因为这个贱人的胡搅蛮缠，才让唐叔这么生气。是啊，你放心，我先稳住唐叔。至于这个穆雨晴，我一定会让她好看的。唐叔，今天本来是我和石瑶的婚礼，结果闯进来一只苍蝇。苍蝇！唐叔，您给我点时间，我绝对把这个不知好歹的女人给赶出去。我他妈看你像苍蝇！唐耀辉，你怎么打我儿子呀？叔叔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唐世尧，这个畜生，差点害死咱们唐家！害死？不可能，瑞泽他什么都没有做啊！我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？叔叔，属下唐耀辉见过大小姐。什么？这女人竟然真的是龙隐大小姐！这下顾家真的完了。这个贱人的身份竟然是真的！瑶瑶，你叔叔他肯定是认错人了，你快点跟他解释一下呀！认错人？大小姐的身份还轮到你这个贱妇指手画脚？叔叔，这穆雨晴她就是一个打工妹啊！你给我闭嘴！我唐家怎么生了你这样的人？大小姐，实属家门不幸，接下来我会自己清理门户。你认得我？按我的身份还不足以接触大小姐，但在数年前我见过大小姐一面，就是那匆匆一面，一直将大小姐的容貌一直记在心中。既然如此，今日你若是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便不动你们唐家。唐叔，我好歹也是你们唐家的女婿，我唐家不需要下三滥的亲家，也不需要顾雷泽好吃懒做的废物女婿。从现在开始，顾家所有财产全部清零，并取消我唐家的婚礼。唐叔，我们不能失去唐家的支持啊！我手底下的公司有90%都是你们唐家的业务。已经结束了，
从现在开始，唐家不会再与顾家有来往。亲家呀，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再给我们顾家一次机会吧。你说让我原谅你们，你这个畜生儿子竟然给大小姐投毒！你说你们顾家有必要存在吗？你说我能放过你儿子吗？玉强，我是想好好和你过日子的，都是唐世尧，这些都是他指使我做的，我心里是有你的，玉强。真是恶心，滚出去！儿子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滚！我们要是走了，顾家早就完蛋了。叔叔，我怎么有你这么不要脸的侄女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魏强，其实我唐家不缺钱的，我这都是顾瑞泽那个混蛋他蛊惑我才做出这种事情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看个扫帚！让你留学3年，你长能耐了，连龙隐大小姐你都赶着了，你这是拉了我们唐家一起去死吗？叔叔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如果他早点告诉我身份，我又怎么会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执迷不悟。唐世尧，你现在已经没救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再不是唐家人，再也不准踏入唐家半步。不要我叔叔！来人！叔叔，快走！叔叔离开唐家，我会饿死的。叔叔，我错了，叔叔。大小姐，属下不知实情，还望大小姐放过我唐家一脉。此事错不在你，但我不希望再看见唐家的人在外兴风作浪了。属下明白，都给我滚！你难道真是大夏龙隐的大小姐那位龙主的女儿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你有时候是，但是有时候又不是。不过你终究还是跟我在一个孤儿院长大的。你觉得我是，那我就是；如果你觉得我不是呢，那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。那你还是当一个普通人吧，毕竟那么大名头的一个人在我旁边，我会很有压力的。大小姐，盟主为了庆贺您的回归，召集上京各大家族为您设宴。我现在还要赶回去帮忙，您看现在……你先回去吧，我想再跟舒涵多待一会儿。是。舒涵，想什么呢？我也想像正常人一样在地上奔跑，可是现在，雨晴，我这想法是不会幼稚的。我可以帮你重新站起来。你说什么？我认识一位圣医，他呀可以帮你重新站起来。怎么，你还不相信我？没有，我只是习惯了坐在轮椅上的生活了。曹雅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他们应该是想让我参加同学聚会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你不想去啊？嗨，现在的同学聚会都只是为了攀比罢了。像我这种社会底层人，过去了只会是自找苦吃。沈书恒，还有今晚的同学聚会，你可别忘。今晚的同学聚会，我会带着沈书恒去参加的。先这样吧，晚上见。搞定。真要陪我去啊？当然啦。我那些同学混的都还不错，这家亚特兰斯流星级酒店就是其中一个开的。哟，沈大才子还挺有见识的，连酒店的规格都知道。
可不是嘛！再怎么说，这沈书恒可是我们这一届高考状元。张文斌、王珊珊，好久不见。哎，这位美女是？哦，她是我的。你好，我是沈书恒的女朋友穆雨晴。你好，我是沈书恒的女朋友穆雨晴。对，这位是我女朋友。没想到你一个坐轮椅的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赵文斌，你可不要小瞧沈书恒，再不济人家曾经也是沈家的公子，那可是鼎鼎有名的大家族。哎呀，沈家早就覆灭了，你还提这个干嘛呀？是啊，我现在就是个残疾，沈家过去的荣耀对我就是过眼云烟一般，有些事还是不要再提了吧。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，虽然你以前在学校是个风云人物，但是毕业之后你就原形毕露了，你根本就没有能力适应这个社会。虽然我的成绩以前不如你，但是毕业之后我立马就进入了大型集团，仅用了3年时间就做上了高管，我年薪整幅100万以上，我的收入已经完完全全碾压了你。我呢，虽然不如赵总，但是我自己也开了一家美容院，一年可有300万的利润。我老公呀，甚至在子府山庄给我买了一栋别墅。沈书恒呀，你也不用太羡慕我们完美的人生，你不也找了个爱你的女朋友吗？你们普通人过普通人的日子呀，也挺不错的。一唱一和，阴阳怪气，你们两个要点良心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们老同学好久不见，汇报一下自己的事业，有什么不妥吗？说归说，为什么要贬低书恒？是不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，就可以目空一切？你，好了，都是同学朋友的不要伤了和气。穆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就当给你交个朋友，以后就多出来走动走动。我们公司就缺你这样的人才，如果你有空，我带你来我的公司参观一下。这就不必了。你们只是书恒几年难得一见的同学，并不值得我去深交。这么多企业老板想要赵总的名片，你确定就这么拒绝了？一张名片而已，有这么重要吗？我掌管了集团的财政大权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小地方老板求着我去吃饭，我都不会去。我劝你还是识相的收下这张名片，要不还是给我吧。我让你接了吗？你有什么资格得到我的名片？沈书恒，你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。我在跟你的女朋友说话，哪有你插嘴的份儿？你看看你这个坐轮椅的样子，我要是你女朋友，我早就跑了。人家赵总也是好心给穆小姐介绍工作，未来收益高了，那受益的还不是你这个坐轮椅的残废？名片我是不会要的，你收回去吧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今天只是来吃饭的，没有别的事情，请你自重。哟，还会生气呢？哎，我就是对你女朋友有想法，你有本事站起来打我呀！站起来，我看看。赵总，你就别为难沈书恒了，人家残废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站得起来？你们就是这样对待老同学的？老同学，沈书恒当初在学校里风光无限，说所有人都是他的陪衬，但是你看他现在落跑滑稽，一个断了腿的残废，凭什么赢我？赵文斌，你说话太难听了。想让我闭嘴，就把地上的名片捡起来，让你女朋友满怀感恩的收下。雨晴，我们走吧，今天这场聚会我们不参加了。你想去哪儿？老同学都想见你一面，你敢甩手就走？沈书恒，当初不如你的老同学一个个都成为了社会精英，他们都想看看那位深受老师爱戴、碾压同辈的高材生，如今混成了什么样子？在我们这群精英里面，如果爽约的话，后果不用我多说吧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场同学聚会实际上是一场鸿门宴了？鸿门宴，这话多难听。只是这沈书恒呀，消失了3年，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不是？只要你今天给我们这些同学道个歉，赔个不是，我保证
今天没人刁难你。表态啊，道歉。我吃个饭还要跟你们这群人低三下四，真是无聊。雨晴，我们走，不用管他们。赵文斌，财务部部长。只要你跟了我，保证让你吃香喝辣的，感受一下社会的灯红酒绿。不好意思，你没资格。你看着你们那些所谓的高傲，只让我觉得很可笑。你说什么？就算舒恒遭遇意外，沈家不复往日辉煌，你们也没有资格在这里评头论足、恶语相向。你不过是个残废的女朋友，还敢在我们面前大言不惭，不可理喻。舒恒，我们上去吧。雨晴，他们这场聚会本来就是冲着我来的，我倒是无所谓，但是我说过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受气。我们走吧。赵总，你说这穆雨晴什么来头？她坦然自若的气质，看起来不像普通人。不就是长得好看一点罢了，能跟沈书恒这种残废在一起，能有什么背景？我看她呀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打工妹。我今天一定会把她拿死，不然这个女的耽误我们这么长时间。上去吧，别让唐少管太多。来，大家看谁来了？哟，这不是我们上学那会儿远近闻名的大才子吗？沈大才子还带了个女人过来，难不成这是你女朋友？大家好久不见了，这位是我女朋友穆雨晴。沈书恒，你女朋友很漂亮，作为你的前女友，我由衷的祝福。前女友？穆小姐。沈书恒难道没有给你提过有关小雅的事儿吗？当年沈书恒可是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，他跟我们小雅呀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但是学习再好，终究是有限的。出了社会之后啊，小雅也是答应了我的追求，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子。当然，你也不要难过，毕竟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陶渊明，我对曹雅已经没有想法了，过去的事儿也不要再提了。好，不愧是我们曾经的大才子，拿得起，放得下。我作为曾经的班长，对你的不幸感到惋惜。这样，我敬你。陶渊明，你太客气了。唐少跟你敬酒，你敢不站起来？你也太不尊重人了吧！唉，人家下肢瘫痪，怎么可能站起来？你这不是让人家沈才子难堪吗？没事儿，我这样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跟一个残疾人计较？沈书恒，站不起来啊，咱就别站了。最好啊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最好这辈子都别再站起来。袁明，你说什么呢？不要刺激人家好不好？不好意思，说错话了。那这杯我就先干了。哟，唐少啊，真是好酒量。既然唐少都干了，沈书恒，你愣住干嘛？书恒要是喝了这杯酒，是不是就等于承认了你们所说的一切？他需要承认吗？你看看他现在坐的是什么？轮椅。他现在是一个连过马路都需要小学生帮忙的废物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失去了自理能力，但你们又有什么资格嘲笑我？我失去的是腿，并不是尊严。我在学校能压你们一头，我现在照样可以。你说什么？沈书恒，你以为你坐轮椅，我们就不敢动你？好了，大家都少说两句吧。沈书恒，大家都是同学，有必要这么针锋相对吗？
现在呀，看的是财富、权力跟地位。以这个态度对我们说话的话，可会惹怒同学的。所以啊，你最好还是跟大家道歉。曹雅，你在我面前装什么绿茶婊？曹雅是吧？你在我面前装什么绿茶婊？是你们百般邀请，我才会和舒痕一起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。没想到你们都是一群衣冠禽兽。有意思，你是第一个敢骂我唐渊明的人。我们唐少可是唐家家主的儿子，在这南省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得罪唐少就意味着离死不远，我劝你还是赶紧道歉最好。唐渊明，你最好是不要招惹我，不然唐诗瑶就是你的下场。别提那个贱人，他呀早就被我们唐家逐出家门了。那你可知道他是因为得罪了我才被唐耀辉逐出家门的？我说你怎么能看上沈书恒这个残废呢？原来你是个神经病啊！沈书恒，你女朋友的脑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像他这种双腿残疾的废人，怎么可能有正常的女人能看得上他呀？我们沈大才子啊，可真是不挑啊！抱歉，让各位久等了。唐少，这是典藏版拉菲葡萄酒，我给您带过来了。各位，这瓶酒可了不得啊！价值280万，全球只有50瓶的限量葡萄酒。各位，吃好喝好，今天所有消费都由我来买单。沈书涵，你跟你这个神经病女朋友多吃点，这可是你们俩这辈子都吃不到的大餐。唐少，这典藏版的拉菲的韵味可真不一般，恐怕我这辈子再也喝不到这么好喝的葡萄酒了。也是多亏了唐少的福，我们才能品尝到如此佳酿。这酒是我父亲国外的朋友带回来的，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的酒柜放着。我呢也不是什么小气人，既然今天是同学聚会，那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尝尝，助助兴。沈书恒，这跟你在家喝的白开水味道不一样吧？相比于红酒，或许白开水更健康。果然是山猪吃不了细糠，竟然用这么粗俗的话评价这么顶级的葡萄酒。怎么？难道我说的有什么问题？在优雅之下，健康与否很重要吗？品酒就如同品人生，当然说了你也听不懂，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拉菲在国外不过是一些低端暴发户喝的低端酒，狗都不喝。你他妈什么意思？唐少好心带同学品尝如此稀世珍酿，你竟敢如此放肆！哎呀，赵总，这穆小姐一看就没出过国，天天住在乡下，她哪里懂什么葡萄酒的品牌啊？就算她不认识，她也不应该说这种话。她今天必须要为她的无知付出代价。这瓶酒，就算是我们唐家，也没奢侈到敢说出狗都不喝的这种话。沈书涵，你的这个女朋友啊，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。一瓶酒罢了，终究只是一些口腹之欲。口腹之欲？你知道这瓶葡萄酒的价值？能喝上这瓶葡萄酒的人，无不是身份尊贵、地位崇高的大人。要不是我施舍，你们两个下等人能喝得了如此顶级的葡萄酒，别不是抬举。果然啊，唐家上下都是一副德行。你这个婊子，别他妈以为我不敢动你！这家酒店就是唐家开的，你再在我的地盘上口无遮拦，信不信我让你有来无回？喂，刘经理，现在给我过来！怎么，你要赶我们走？你如此羞辱，还想一走了之，等着进医院死贱人！唐渊明，我和玉清只是过来吃个饭，你为什么要百般羞辱我？
就是因为我看不惯你上学时的意气风发，我要让你知道，成绩再好，毕了业还不是一条只会打工的狗。你曾经的女朋友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妻子，但这还不够，我要把你所剩无几的一切全部还。你，唐元明，如果这场同学聚会只是为了羞辱我，那我交由你处置。但你得把我女朋友放了，她跟这事儿没关系。你觉得他走掉吗？脑子有病没关系，但是你不能放出来乱咬人啊！我知道你讨个老婆不容易，但是这个贱人今天得罪了我们在场所有人，我们必须给他个教训。沈书恒，低头吧，你只是一个普通人，面对我们应该顺从而不是逆反。毕竟呀，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不要用你们肮脏的思想来衡量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你什么意思？只需要我一句话，我就能在1分钟内收购这家酒店。真是够了！等会儿让几个保安给你打起，顺便再给你送到精神病院，免得出来祸害。唐少有什么吩咐？把那个坐轮椅的残废带他身边那个贱人拖出去教训一下啊！还有，联系一家精神病院，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进去。没问题。你们2位跟我走一趟吧，不要在这儿耽误唐少和客人用餐。唐元明，你这是在自取灭亡。唐耀辉，现在立刻滚来亚特兰斯酒店见我，要不然唐家覆灭！你给我叔叔打电话，你知道我叔叔是谁吗？我叔叔可是上京财团的代表人，你一辈子无法企及的大人，就连我爸也要对他恭敬万分。沈书恒，找女朋友啊，可不能只看外表。你看看，你都要被这个女人给害死了。雨晴确实认识唐耀辉，怎么了？你放屁！就凭你们2个废物、残废、下等人，也配认识我叔叔？刘经理，不要跟他们废话，全部拖出去，好好教训一顿，让他们下次见着我绕道。没问题，唐少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今天呀，我就让你长长见识，敢得罪唐少，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看谁敢放肆！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唐叔，唐元明啊，唐元明，你今天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啊！唐叔，元明知道您蘸那瓶葡萄酒，他只不过是拿来宴请同学而已，您不至于这么生气吧？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叔，这人多呢，咱们回去说。什么葡萄酒？你知道你今天得罪了谁呀？大小姐，属下。唐耀辉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糊弄啊？属下没那意思。叔叔，你怎么可以打我，而且对这个贱人这么恭敬？再多敢说一句话，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？唐元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能娶这种势利女人。现在倒好，你膨胀的连龙隐大小姐都不放在眼里。这穆雨晴竟然是龙隐的大小姐？不可能，她这个女人就是个神经病，怎么可能是龙隐大小姐？我看你像个精神病，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叔，道歉！我是你知道，你为什么道歉？都道歉也好，从此以后，唐家再跟你有任何联系，就自生自灭吧。穆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无聊。陶渊明，你之前那股子高傲劲儿去哪儿了？说到底，你也只是个欺软怕硬的垃圾罢了。我，陶渊明，你要是跟我硬刚到底，我倒也佩服你。可惜，你也只是个依靠家族势力在外作威作福的垃圾，曹雅是吧？我倒是感谢你这种眼里只有钱的低贱女人，放弃了舒恒，让我遇见了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和在座的各位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之间的差距大到无法衡量。
你们努力一生也看不到我的背影。穆小姐，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请大人不计。你放心吧，我没空跟你这种小人物计较。谢谢穆小姐放我一条生路。当然，你们也一样。我没时间在这儿陪你们玩什么社会精英过家家的游戏。舒涵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出了太阳门都给我滚出去！看我不打断你的狗腿！舅舅，我们这次是实在走投无路了，才来上京投靠您。放心吧，你那个叫穆雨晴的前妻，根本不是什么龙印大小姐。舅舅，此话当真？舅舅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已经从龙主那里得到了消息，龙印大小姐早就返回上京了。这个贱人竟然骗我！他既然敢冒充龙印大小姐，能叫得动唐耀辉那老小子，说明他的人脉不俗。只要你能把顾雨晴引出来，我自有办法对付他。引出来？你身上有没有他在意的东西？我有。他曾经过户给我几套穆家的祖宅，听他讲，那是他母亲留给他的房子。要是我把这几套房子拿出来拍卖，再把消息放出去，我不信他不来。不愧是我顾应宇的外甥啊！你这个想法不错，就按你的想法去办吧。进来。怎么了？大小姐，我已经打探到了关于穆家祖宅的消息。顾瑞泽将在明日于海城的拍卖会上出售房产。什么？顾瑞泽要把我穆家的祖宅拿去拍卖？初步判定，顾家现在缺少流动资金，所以将大小姐的房子……不，没这么简单。我母亲留给我的祖宅地处偏僻，拿去拍卖也卖不了几个钱。这个顾瑞泽鬼心思多得很，他这么做一定有目的。那就算顾瑞泽心思不纯，我也要拿回我母亲的祖宅。出发海城，我倒要看看这顾瑞泽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今日之后，我一定让我舅舅来海城投资柳家。小乔，到那个时候你就做我老婆，可以吗？顾少，我还没有交过男朋友呢，这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？不早。今晚呢，我就住在帝豪酒店，你过来陪我一起吃个夜宵，可以吗？可是我爸不让我在外面过夜。没关系，偶尔出来一次，很刺激的。顾瑞泽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。穆雨晴，你还真敢来啊！顾少，这是我是他的前妻。前妻？顾少，你已经结婚了吗？不是，小小，我跟他只不过是领了证而已，根本就没有夫妻之实。但是这个贱人，却让我们顾家在一夜之间跌入谷底。原来如此。不过像顾少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有人眼红也是理所应当。姓穆的，我警告你，现在顾少是我男人，不管你们以前有什么恩怨，都不许再来纠缠他。真是愚蠢！你居然敢在海城骂我，你信不信让我爸收拾你？怎么叫家长？你没断奶吗？小小，这个贱人就是喜欢逞口舌之力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穆雨晴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这场拍卖会是海城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，资金没个1000万以上，根本没资格参加。毕竟主办方也不想让这种恶臭不堪的打工妹混入其中啊！打工妹，区一个下等人，也敢在我面前装模作样。我就是海城柳家的大小姐柳潇潇，论有钱，
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排第一。我平时用的化妆品都是你几年工资都买不起的顶级外国品牌，这就是你跟我的差距。幼稚！你好了，小小，你一个世家大小姐，不需要跟这种乡下来的妇人一般见识。顾少说的没错，跟你动手犹如我的地位，碰你只会脏了我的手。穆雨晴，我知道你来这儿的目的是什么，不就是为了我手上的那几套祖宅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都不用想，今天就算它砸在我手里边，也不可能拍卖给你。顾瑞泽，你还真是不长记性。你不会真把自己当做龙隐大小姐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呢，已经找人去上京打听过了，真正的龙隐大小姐早已回归上京，而你就是个冒牌货。顾少，这个贱人敢冒充龙隐大小姐，她不怕死吗？啊！饿死胆小的，撑死胆大的。她呀，就是想利用龙隐大小姐的身份招摇撞骗。在我们大夏呀，有太多的人想要巴结龙隐，但是大多数呢没有见过龙隐大小姐的真面目。一旦她放出消息，就能在短期内敛财无数。到时候天高海阔任鸟飞，谁还找得到她呀？不得不说，你的想象力确实很丰富。这件事儿还需要我编造吗？你穆雨晴心里边怎么想的，你自己最清楚不过了。明明就是个打工妹，还想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一辈子都是社会底层，哪怕是一时的风光，也掩盖不住你那暗淡的人生。真是可笑呀！有些人为了钱还真是不择手段，甚至连龙隐都敢招惹。说来也是，穷了这么多年了，苦日子也过够了，一旦给这种人机会啊，就像是狗看见骨头一样放光。我的身份还轮不到你们来治。看你一身的穷酸样，应该也不是什么龙隐大小姐吧？识相就离开这场派对。柳小小，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将为你们柳家带来无法承受的灾难。我柳家是海城第一家族，山高皇帝远，没人能撼动我柳家的地位。至于你，一个打工妹能拿我怎么样？我柳家虽然比不上上京大家族，但也不是你这种下等人可以侮辱的存在。海城柳家，羸弱不可。你说什么？像这种小家族，我从来都没有放在眼里。你在这里装模作样又有什么用呢？你们穆家的祖宅可不是光靠嘴巴就能得到的。顾瑞泽，我给过你机会，莫要玩火自焚。你这话呀，要是3天前，我倒是会相信。但是现在我已经知道你是个冒牌货，所以你没有能力从我手里边拿走你们的祖宅，你只能看着你母亲一辈子的心血在别人的手里来回倒卖。穆雨晴，这就是我对你的报复。你给我闭嘴！呦，怎么生气了呀？我就是喜欢看你现在的样子。顾少，你的那几套祖宅我预定一套，买下来之后全部砸烂。我柳潇潇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践踏别人的心爱者。穆雨晴，我大好的前途全部毁在你手里边。既然这样，你也别想好过，跟你母亲的遗物永远的说再见吧。你怎么就知道我拿不回我母亲的祖宅？就凭你是个打工妹，是个没钱的下等人，你连参加这场拍卖会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敢妄想拿回祖宅？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我没有资格，要多少才算有资格？之前顾少也说了，想要参加拍卖会，必须要有1000万的身家。不过我看你应该也拿不出多少钱吧，还是不要在这里自取其辱。
如果这张卡里有1000亿，那我有没有资格进去？1000亿？你是来搞笑的吗？就算是南省最顶级的世家，也很难拿得出1000亿的现金。你说里边有1000亿，谁信呢？打工妹就是打工妹，整天幻想自己是富家大小姐，甚至对金钱都丧失基本的认知能力了。穆雨晴，1000亿当然可以进入拍卖会，但是你不可能拥有1000亿。干什么？给我钱，我也不可能带你进去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助。如果这张卡里有1000亿的话，我要你们俩跪下向我磕头认错。你以为我真的会被你唬住？顾少，你这个前妻啊，还真会装模作样。要不是你在，我就相信他了呢。你别说，这个贱人其他的不会，演技这方面还真是不错。恐怕就是真正的龙隐大小姐来到他面前，也得先要怀疑一下自己的身份了。废话少说，快验资产。行，既然你这么要求了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不过我也有一个小要求，如果这张卡里边没有1000亿，在拍卖会上，你要脱光自己的衣服，自己拍卖自己。顾少，你真坏。顾瑞泽，你真以为我不敢动吗？打工妹，动我你没这个实力。我舅舅可是上京顾家家主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上京顾家，有意思，一个二流世家就能让你如此成功。这次也是多亏了我舅舅的帮助，才让我们顾家脱离水火之中。现在也到我该报复你的时候了。王经理，顾少有何吩咐？给我看看这张卡里面有没有1000亿。1000亿？怎么可能？就这女人这穷酸样，哪来的1000亿？顾少，我认为不用检查，她肯定没有。顾少，我认为不用检查，她肯定没有。我们都觉得没有，但是他执意如此，那就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稍等，顾少。顾少也是你这种打工妹可以得罪的，今天就让你丢尽脸面。怎么了？卡里有多少钱？什么？1000亿？顾少，你说什么？这个贱人的银行卡里面有1000亿？穆雨晴，你这钱哪儿来的？我自己的钱，难道还需要证明？你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这个贱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别拿你们狭隘的眼界来衡量我，我的身份你们不可违。你少在我这儿装模作样！你明明就是个打工妹，怎么可能会有1000亿？哦，对了，是苏将军，这张卡一定是苏将军给你的。凭苏将军的能力，搞到一张这样的银行卡，简直易如反掌，一定是他给你的。顾瑞泽。有时候我真的怀疑你的脑子是不是有问题。这就是我的银行卡，跟苏月没有关系。那你怎么证明你这张卡里的钱？真是不可理喻。现在我已经证明了我有进入拍卖会的资格，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兑现之前的赌注？磕头吧。我凭什么给你磕头？这钱分明就不是你的，想让我给你磕头，不可能！顾少，肯定是这机子出问题了，我去给您换台新的。不用换了，就凭这贱人，不可能拿出1000亿，就算是有，也不会是他的。王经理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儿了，我会让不知好歹的人滚出去。穆雨晴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啊！这种投机倒把的事情，也就你这种贱人能干得出来。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。让我进去！我说了，你没资格进入这场拍卖会。你真以为我怕你们柳家不成？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口气，连我们柳家都不放在眼里。爸，您终于来了。柳叔，
顾少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人？没错，就是这个贱人，在江城假冒龙隐大小姐，弄得人心惶惶的，就连我们顾家也受其牵连。现在在江城，已经没有人敢与我们顾家再有所交集了。你放心，你舅舅啊，已经给我打过招呼了。从今天起，在海城就是你的第2个家。谢谢柳叔。至于这个贱货，让他进拍卖会又能如何？一个下等人而已，掀不起什么风浪。既然柳叔都这么说了，那就让你这个贱人看看，上流社会的拍卖会究竟是何等的精彩。女儿，以后不必跟这种不知好歹的下等人沟通，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知道了吧？柳家主说的确实没错，我们的确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柳家虽然为海城第一世家，但依旧目光狭隘，短见剥实。这也侧面证明了阻碍海城发展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。我柳世勋在外打拼多年，其实是你一个下贱人指手画脚的。说到排辈论资，你还不配。好，你很好，不愧是冒充龙隐大小姐的贱人。拍卖会之后，我让你走不出海城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穆雨晴，得罪柳家，你等着瞧吧。我们走。大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我到了海城？属下宋启元代表海城欢迎大小姐到来。说起来，我们也有4年没见了吧？属下能追随大小姐出游海外，也算是我人生为数不多的荣誉。如今你当上了海城城主，怎么也不比当年跟在我身边差吧？虽然我现在身为海城城主，但是仍然回忆当年跟随大小姐的时光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我发现这里起了一点争执，是否有人冒犯大小姐？你可知道柳家？柳家？柳家只不过是海城的一只蛀虫罢了。果然如此，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容忍柳家如此嚣张？单凭柳家而言，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但是，柳家的背后是上京顾家，而上京顾家的背后是那4大家族。单凭我个人的力量，还无法撼动这庞然大物，而我又不敢惊扰大小姐，所以你也辛苦了。只要我能牵制住柳家即可，其他的我也没能力处理。既然我到了海城，说什么也要帮你一次，区区一个柳家不值一提。那就麻烦大小姐了。谈不上什么麻烦，我身为龙隐的一份子，绝对容忍不了柳家这种蛀虫在大夏生根发芽。请问大小姐，这次拍卖会有什么东西是您想要的吗？我可以直接告诉主办方，交到您的手里。不必了，这样做的话，跟柳家那些人有什么区别？是属下唐突了。实不相瞒，我母亲的3套祖宅被人放在了拍卖会上。什么？大小姐，请放心，属下可以帮您把这3套祖宅拿下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我自己可以的，放心吧。我先进去了，之后的事情我会再联系你。请大小姐慢走。喂，刘老，别来无恙啊！敢问，这位就是上京顾家的那位？没错，他就是上京顾家家主的外甥顾瑞泽，顾少。顾少，当真是一表人才啊！不知顾少是否已有妻女啊？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老夫我……得了，顾少是我的。既然柳大小姐对顾少如此倾心，那老夫这番心意，那只能作罢了。一个渣男而已，也就是在你们海城能成为个抢手货。莫雨晴，你没完了是吧？顾少，这位是？各位有所不知，
这个女人是我的前妻，就因为一些可有可无的争执，让我们顾家在江城颜面扫地。要不是我远在上京的舅舅相助，我顾家恐怕……自古以来，最毒妇人心。顾少如此优秀的男人，必定会引得女人的嫉妒。得不到就要毁掉。穆小姐，你可真是好狠的心。既然顾少来我海城做客，那么此事我海城必然要给顾少一个公道。穆小姐，道歉吧。你们就这么相信他的一面之词？不相信顾少，难道要相信你吗？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罗老说的不错，在我们几大世家面前，单凭你一人，还不够看。那龙隐大小姐的身份够不够看？龙隐大小姐，顾少，此女当真是龙隐的大小姐？各位，龙隐大小姐怎么会来海城参加这么一场连上京都看不上的拍卖会？这个贱妇就是冒充龙隐大小姐的骗子！这个贱妇就是冒充龙隐大小姐的骗子！骗子！有传闻说，前段时间龙隐大小姐出现在了江城，看来这传闻是真的。那么，这个龙隐大小姐，她是假的。没错，各位，我与她相识3年，她呢，充其量就算是一个打工度日的普通人，又怎会摇身一变成为龙隐大小姐？而且，尊贵的龙隐大小姐在饭馆端盘子洗碗，简直是可笑至极。穆雨晴，别活在童话世界里，咱们这是现实世界，身居高位者不可能干低贱的工作。我隐姓埋名陪在你身边3年，竟换来你如此对待。如今你们顾家的遭遇，属实是活该。你顾少用不着跟这个贱人计较，得罪龙隐唯有一死，更何况他还冒充了龙隐大小姐，他这个人生已经完蛋了。穆雨晴，你触犯了众怒，等待你的将是最残忍的罪罚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得罪我们顾家，就算给你100条命都不够你赔的。顾少，拍卖会要开始了，跟我爸坐第1排吧。走吧。等等，你没资格坐在第1排。等等，你没资格坐在第1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拍卖会的座位是按照资产来安排的，千万身价的坐在第3排，1亿元身价的坐在第2排，而只有破了100亿的才有资格坐在第1排。而在我们海城，也只有柳家才破了100亿以上的大家族，所以才是唯一有资格坐在第1排的。至于你这种不入流的打工妹，要不还是蹲在最后1排去吧。李老，你这不是难为人家吗？怎么能说是难为人呢？分明是他挤破头要进来，没钱，当然要受欺负了。你确定要我蹲在最后1排？要我和你说几遍？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江城，是海城。我李家想要玩死你，有的是办法。现在顾少是我李家的朋友，你最好说话小心一点。滚到最后1排去！李老，你何必为了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而大动肝火呀？穆小姐，现在在座的诸位的时间都很宝贵，我希望你自觉一点，现在就到最后1排蹲着去吧。无知！你说什么？100亿身家的坐第1排，那我1000亿的身家应该坐在第几排呀？什么？1000亿身家？你给老夫闭嘴！随随便便拿出一张银行卡来，就说有1000亿资产，你信不信？现在我就让人把你赶出去！你们若是不相信我，就去问问顾少，问问他我这张卡里到底有没有1000亿。顾少，此女手里的银行卡
难不成真的有千亿？李老，他手里的那张卡确实有1000亿。顾少，你不是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吗？她怎么会有1000亿资产啊？罗老，你也是老糊涂了。这个贱人能在江城闹出那么大的动静，而不被龙隐发现，你觉得他还简单吗？刘老，你的意思是，这个贱人或许普通，可他背后的人可不普通。就算给他一张1000亿的银行卡，也不能说明什么。刘老的意思是，就算他拥有这张1000亿银行卡，也不能动用里面的1分钱，充其量不过就是拿来装模作样。毕竟堂堂龙隐大小姐身上连1000亿都没有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呵呵，做戏就要做全套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是老夫见识短了。那我现在坐第1排，还有谁有意见？既然你拥有1000亿资产，那第1排非你莫属。但你记住，这不是你自己的本事，靠他人之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哼哼。顾瑞泽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都要告你。你，顾少，不要冲动，不就是狐假虎威吗？我们有的是机会。等会儿拍卖你母亲的祖宅，我看你怎么哭。拍卖会正式开始，第一件拍品是李老寄拍的天玉山水画一幅。天玉山水画，真的假的？据传这幅山水画已经消失近1000年了。按照李家雄厚的资产，想要得到这幅画不难。各位，既然顾少代表上京李家来此海城，那我定能拿出我珍藏的宝物来招待顾少。李老，太客气了您。此画起拍价5000万。虽然这幅画不能落入我的手里，但是我也要参与一下，5100万。对于李老这幅画，老夫甚是喜爱啊，我出6000万。罗老实力甚是雄厚啊。1个亿。什么？刘老竟然出价了1个亿！一幅假画竞拍的这么激烈，真是可笑。放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口无遮拦的贱妇，你敢说老夫的画是假的？简直是无理取闹！李家可是在我们海城那是顶级的世家，而李老更是德高望重的大人物，他怎么可能会拿出一幅假画来糊弄在座的各位？既然你说这画是假的，可有证据？要是满口胡说，老夫让你走不出这场拍卖会。我不需要证据，我之所以说这幅画是假的，是因为真的在我家。穆雨晴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无知啊？你哪儿来的家呀？此前你除了那3套祖宅的房产之外，你根本就没有家。我只说我在江城没有房子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在上京也没有房子。而这幅画就摆在我家的客厅。老夫今日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这不知好歹贱人！李宽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为什么我说这幅画是假的。3000年前，画圣展满堂花费3年时间完成此作，并且在上面盖上了属于自己的印章。而这幅画上没有，是啊，一般画手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印章，为何这幅画？这么一看，的确没有。一派胡言！我李华安的画怎么可能有假？老夫不允许触碰我的东西。怎么争辩不过，恼羞成怒了是吧？今日不管你怎么说，我的画都不是假的。如果单凭这一条证据，还是不能证明李老的画是假的呀。还是那句话，
珍品就在我的家中。今天就算是展晚堂亲自过来，你这幅画也是假的。顾少，你觉得这幅画怎么可能会有假？李家如此雄厚，怎么会拿出一幅假画？李老，我相信你的为人，这幅画不可能有假。穆雨晴，你太过分了，竟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！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好一个实话实说！穆雨晴，你扰乱拍卖场秩序，甚至侮辱李家，我不能容忍你在这儿胡作非为！把他给老夫轰出去！把他给老夫轰出去！顾少，这贱人太不知好歹了，连李老的话都敢质疑。听好了，李老可是海城最有名的收藏家，李家府上有数千名价值连城的名画，单凭这一点，你就没有资格质疑李老。潇潇，说实话，她就是一个没有见识的打工妹，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了一些乡野传闻，就敢在这儿断言这幅画的真假，真是无知。穆雨晴啊，我现在一想到曾经跟你这样一个低贱的打工妹领证，我都觉得恶心、丢人。你们都不信我？够了！这个贱妇根本就没有能力鉴别画的真假。哼，留她在这里只会扰乱拍卖会的秩序。保安，你们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不要脸的贱妇给我赶出去！哼，不自量力！都给我住手！是宋城主，怎么连城主也来了？宋城主，你要来参加这场拍卖会，你可以跟我说。我对你们柳家的拍卖会并不感兴趣。宋城主，真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吗？难听？你们连龙隐大小姐都不放在眼里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好脸色？龙隐大小姐？你是说她？龙隐大小姐？宋城主，你确定要和我们开这种玩笑？她明明是一个江城来的打工妹，怎么可能是龙隐大小姐？宋城主，祸从口出，你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的位置，能不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？真有意思，看来你们是不相信龙隐大小姐的身份了。宋城主，虽然我只是顾家人，但是今日在这儿，我也要斗胆质疑几分。这穆雨晴跟我结婚3年，这3年来她饱经风霜，试问哪个大家族的大小姐会干出如此无良之事？而且还自称自己是龙隐大小姐？呸！就是你辜负了我们大小姐3年时光。你打我！宋启源，别以为你是城主呀！柳笑笑，你想怎样？我警告你，别以为你是柳家大小姐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今天打你，根本都不用看柳世寻的脸色。宋启源，当真要和我柳家撕破脸皮？属下宋启源见过大小姐。柳世寻，你们柳家的末日就在今天。宋城主，你别忘了我柳家背后的人是谁。你能在城主位置上做如此之久，只是我对城主之位不感兴趣，否则你早就滚出了海城。柳世玄，你不过是个柳家家主，口气倒是不小。放肆！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份？柳家的背后靠山是上京顾家，而顾家又有4大家主作为依仗。区宋城主，你还是不要引火烧身为好。宋城主，老夫劝你不要为了这个贱女人出头，得罪了柳家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我能让你做10年海城城主，也能让你明天走人。宋启源，你对我柳家不敬是大忌，再有下次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穆雨晴，如果说宋城主是你最后的底牌的话，那今天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得罪柳家，无人可保你。儿啊，
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给拖出去！你们谁敢上前，我打断谁的腿！柳世勋，今时不同往日，有龙隐大小姐在，今天我将你们这群蛀虫灭杀殆尽。柳世勋，从此刻开始，海城柳家将不复存在。宋城主，我知道你现在骑虎难下，但是也没必要说出如此不切实际的话吧。宋启元，你以为就凭你就能覆灭我柳家？小梅，怎么了？老爷不好了，我们柳家下面的所有店铺全被强制关门了。什么？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宋启元，你疯了吧？为什么要关停我柳家的店铺？因为你们柳家是海城的蛀虫，因为这店铺根本就不该归你们所有。你，宋启元，有话我们可以好好聊，有问题我们可以协商解决嘛。但你不应该一言不合就关掉我柳家的店铺，你这不讲武德。宋城主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这么做的后果只会惹来上京大势力的不满，到时候你这城主的座位也别想坐了。李家、罗家两位家主也别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家族账户上的资金全被冻结了。这位家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对劲儿，宋启元，单凭你根本就做不到这件事儿。谁？是谁指使你对付我们海城世家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装傻？你想想，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动如此巨大的能量？你想想，还会有谁？难道是他？不可能！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是龙隐大小姐？难道她真的没错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就是龙隐大小姐，而这就是她的身份证明——龙隐令。龙隐令，她真的是龙隐大小姐？龙隐令，这穆雨晴真是龙隐大小姐？爸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爸，你为什么打我？给老子闭嘴！要不是这个姓顾的混蛋，不能因为你得罪龙隐大小姐。刘老，您这是？哼，顾瑞泽是吗？你把我们柳家害得这么惨，我一定会清算你。你也别想全身而退。现在还有谁质疑我的身份？不妨站出来，让我看看。大小姐，都是我等有眼无珠，还请大小姐给我们留下一条生路啊！大小姐，我都是被这个柳世群这个混蛋蒙蔽了双眼呐！还有那个姓顾的，这个混淆视听啊！大小姐，我们真是罪该万死的。所以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错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只是想……李焕，如果现在我说这幅画是假的，你还敢像之前一样反驳我吗？不敢。画还是那幅画，只是我的身份一换，你就和之前的态度不一样了。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宋启元，李家、罗家、柳家一个不留，给我断其生路，使其灭亡。属下明白。不，大小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不该顶撞你，饶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来人，把这几个给我带走。这个大小姐，完蛋了，穆雨晴这个贱人真的是龙隐大小姐，为什么我当初就没有？这些臭鱼烂虾解决了，现在该轮到你了，顾瑞泽。穆雨晴，我们之间……大小姐，这是穆家即将拍卖的房产合同。这是我的合同，宋城主，你……妈妈，我再也不会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任何人了。签字。我可以签，
但是说好要放我一条生路。顾瑞泽，看清你现在的立场，你没有谈条件的资格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但是你一步一步试探我的底线。他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在我的眼里，你这种人就如同蝼蚁，我不愿再跟你计较任何事情。把合同签了，永远离开我的视线。好，我签。找你可放我走！大小姐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安排？我父亲知道我回来了，在上京为我准备了晚宴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好，那我送您去机场。舒涵，你的腿有没有好一点啊？已经在苏小姐的安排下接受几天治疗了。那你感觉怎么样？扶我一下。舒涵，你可以站起来了。哎，那个雨晴，要不你给我放回轮椅上？刚刚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我就摔倒了。可是我觉得你的腿已经恢复得很好了，我相信再过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走路了。正是因为你的帮忙，我才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人。对了，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再过几天就是龙隐和4大家族举办的宴会了，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参加。我也要参加。当然了，在孤儿院可都是你一直在照顾。但是我毕竟是个残疾。舒涵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你自己首先要看得起自己。坐轮椅怎么了？就算你坐一辈子轮椅，我也会照顾你的。好吧。况且我还想把你介绍给我爸爸呢，所以带你来这里买2套新衣服。好。哎呀，快走吧。你好。你好。喊什么喊呀？这里是服装店，不是残疾人休息站，滚出去！你什么意思？你还好意思说我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开门呢是为了做生意，不是让你带这个不能走路的残废进来闲逛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不买东西？哎呦，那我可真是谢谢你。我这店里的衣服呢，都是10万起步的国外品牌，你确定你能买得起？你也不看你们穿那个穷酸样，兜里没几个钱儿，还想进来装大款。我看你啊，就是一个从乡下来的土鳖。开门做生意的，说话别这么难听。你嫌我说话难听，你可以不听啊，我求着你听了吗？告诉你啊，赶紧滚，别影响我做事。这世道真是什么人都有，推个轮椅就在我店里走来走去，我还怎么做生意？雨晴，要不我们还算了。算了？凭什么算了？被人这样对待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。而且我说过，不会再让别人欺负你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要让他向你道歉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怎么还不走啊？非要我叫保安是吧？今天你叫谁来也没有用，你现在立刻马上向他道歉。雨晴，我们走吧，我也不喜欢他们店里的衣服。你说什么？就你这个坐着轮椅的残废，也配对我们店里的名贵西装评头论足了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店里随便一套衣服的钱就能买你100辆轮椅，还不喜欢呢？买不起就是买不起嘛。你别欺人太甚了。是你买不起，非要到我店里闲逛的，我怎么就欺人太甚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不要仗着自己是弱势人群就在大街上招摇过市，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。要是你们把我惹急了，把你轮椅都给你拆了，给我滚！今天你不道歉，我们是不会走的。你好，不走是吧？我把我们商场经理叫来，我看你走还是不走。哎，王经理啊，我是小刘，那个我这里出了点状况，需要您过来处理一下。哦，行，那我就在这儿等您啊。
我告诉你们啊，王经理马上就来了，你们两个就等着出糗吧。之前我只是听说这家店的衣服质量不错，没想到这店里的人是这样的狗眼看人低。我们店里的衣服呢，确实不错，但是啊，都是你们买不起的高端货。像你这种下等人呐，就只配接受我的辱骂，连还嘴的资格都没有。小美女，这个社会可是很残酷的，不是你推一个残疾人就能在这儿装可怜。王经理马上就要来了，我劝你俩还是有多远滚多远吧。他发起脾气来，可是会动手的哦。我真的不信你们敢对自己的客人动手。你这人真是太好笑了，进了商场1分钱不花，就敢自称是我们的客户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里呢可是高端的消费场所，不是你这种普通人该来的地方。而我这种社会精英呢，也是服务于上流人士的。像你们这样的穷鬼啊，还是赶紧滚吧。就算我们买不起，你也不应该对我们是这个态度。既然你们都给不了我提成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热脸贴冷屁股？反正你们也不会花任何钱。还真是没想到，我只是出来买一件衣服，却要被这疯狗乱咬。你敢骂我是疯狗？这里除了我们，还有第4个人吗？你，好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要让王经理好好收拾你们。怎么了？大中午的吵吵闹闹。王经理啊，就是他们两个挡在我店门口，影响我做生意嘛。王经理啊，就是他们两个挡在我店门口，影响我做生意嘛。你别在这儿颠倒黑白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影响你。这人穿的衣服也没有很贵的样子，是个残废吧？二位呀，是这样，我们这个商场呢，可是给上流人士服务的呀，所以没钱只能挨骂，只能灰溜溜的滚出去。我可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要这么理解的话也可以。只是呀，现在是我在负责这个商场，这如果出点什么事儿，我可是要担责的呀。你的意思是我们会偷东西？我可没有这么说哦。只是呀，我们商场现在属于淡季，又没有什么活动，这万一要是有人想顺点东西出去，我们损失也是很大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们毕竟是一个为上流人士服务的商场，这里的东西都很贵重的。你别在这儿气得太甚，我们根本没有拿你东西的想法。这有没有想法你自己才知道呀。而且我看你们生活也挺艰难的，对吧？这差钱你们可以去打工呀，不要搞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。就算你们真的偷到了东西，那得来的钱是你们自己的吗？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王经理，你这样污蔑我们，就不怕后果吗？后果？怎么？你还认识我们商城的老板啊？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不介意认识一下你们商场的老板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态度是不是他纵容出来的。还以为你真认识我们老板呢，原来是个大尾巴狼啊！哎呀，王经理啊，他们两个就是死要面子，明明消费不起咱们商场里的东西，还非要进来。哼，更无耻的是啊，还推个轮椅过来，这不是想道德绑架咱们吗？轮椅？鬼知道这个残废是不是真的残废啊？让我看看。哎，会不会走道啊你？不会在这里装着骗人吧？让我来试一试。啊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是你欺人太甚！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赶快现在全都过来，这里有人闹事！臭婊子，今天就要找人把你们全都打进医院去！姚王总，就这2个人，给我打！给我打！是王总。兄弟，给送我禁锢。你确定你们要动我？你怎么？难不成你还有身份啊？看他穿的这个穷酸样，能有什么身份？就算是有啊，那也是穷光蛋的身份。我告诉你啊，
我不管你用这种方法骗了多少钱，但在今天，我是不会让你用这种歪门邪道的方法来拿东西骗钱的。正所谓呀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？你们干多了龌龊事，碰巧在今天碰到了我，还想在我的商场里面偷东西，看我怎么弄死你们两个废物！还愣着干嘛呀？快给我上！雨晴姐走，联系苏小姐。没事的，放心吧。都给我住手！哎呦，陈总您来啦！我再不来，我这个商场就让你给我干倒闭了。您放心，陈总，有我在，商场没事的。是啊，陈总，王经理啊，他可是很敬业的。你个垃圾！你知道你惹到了什么样的大人物吗？陈总，您为什么要打我呀？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看清楚了，这位可是龙隐大小姐。龙隐大小姐，龙隐大小姐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她不就是个……你不过就是个销售，你在我的商场里，凭什么对我的客人呼来唤去？来人，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给我赶出去！好，陈总。啊！不要，陈总，不要，陈总。真是晦气！手底下怎么有你们这帮子不知好歹的垃圾？陈总，这就是你狗眼看人低的结果。大小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求您大人有大量啊！我还是更喜欢你刚才桀骜不驯的样子。大小姐，我求您原谅我。从现在开始，撤销你总经理职务，赶紧从我的商场滚蛋！陈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我给你机会，谁给我机会啊？赶紧滚蛋！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陈总，我真的。哎，大小姐，为了表示这次歉意，这是我们商场的会员卡，您凭此卡消费，全场1折，还请您收下。大小姐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我不需要这个东西，舒涵，你收下吧。不，我平时也不会来这种地方消费的。少爷，请您务必收下这张卡。少爷，我再次对今天的事情表示歉意，还请少爷、小姐慢走。舒涵，怎么了？当年沈家覆灭之后，父母也都去世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苟活于世。不过幸好让我遇到了他。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，我们走吧。她真的是龙隐大小姐？什么？她真的是龙隐大小姐？没错，我亲眼看到宋启元对她极其恭维，甚至因为她而覆灭了海城3大世家。舅舅，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们斗不过她呀。大外甥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幼稚啊！舅舅，您这是……就凭宋启元的态度，你就认为她是龙隐大小姐？那要不然，为什么宋启元这样对待穆雨晴？那可是一城之主啊！凡事不要看表面，要看事情背后的动机，通过结果去逆推。舅舅，我还是听不太懂。这3大世家一直以来是他的心头之患，这穆雨晴的到来使他看到了覆灭3大世家的机会，所以他和穆雨晴一拍即合。海城所有的人认为穆雨晴就是龙隐大小姐，之后将所有以下犯上的人一网打尽。舅舅，这经过这一次的洗牌之后的海城将是宋启元的天下了。这就是一城之主的称呼。穆雨晴，你的命是真好，竟然能得到宋城主的帮助。你认为能坐上城主之位的人是傻子吗？海城这3大家族将永无翻身的机会，而宋启元将成就海城的霸主地位。这宋启元确实厉害啊！好了，
说再多也没用。这海城跟我没什么关系，这宋启元就算是捅破了天，也不过是一个小地方的城主而已。那穆雨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之前是你和他之间的恩怨，而现在穆雨晴亲手将我扶持的柳家给摧毁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舅舅，难道您的意思是除掉他？龙饮宴就在这几天，只要我们告知此事，龙主将派人缉拿他，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。哼，这个办法好啊！到时我带上你一起去，让你见识一下上京的大人物和四个家族。雨晴，马上就要见到你的父亲了，我有点紧张。没关系，我父亲人挺好的，也没什么脾气。可是，我说穆雨晴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想死啊？顾瑞泽，我说过没有，不允许你出现在我面前。你算什么东西啊？还真把自己当龙隐大小姐了？你说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海城做的那些事情，勾结宋启元，打压海城3大世家，穆雨晴还真有你的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关于你的一切，我都摸清楚了，根本就不是什么龙隐大小姐，大宫妹就是大宫妹，翻不了身。顾瑞泽，你无不无聊。雨晴给你证明多少次自己的身份，你怎么就不相信他呢？你以为我跟你这个残废一样，不用脑子想事情？她穆雨晴何德何能成为这万中无一、世人敬仰的龙隐大小姐？她穆雨晴又是哪来的资格凌驾于上京4大家族，作威作福？顾瑞泽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雨晴的身份根本不需要给你证明。给我闭嘴！她不可能是什么龙隐大小姐。我舅舅是上京的顾家家主，通过他的关系，我才能如此肯定龙隐大小姐另有其人，而这个贱人就是个冒牌货。你说够了没有？怎么被我说到痛处了？我只是觉得你很可怜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是一个无法接受自己失败的可怜人，一个到处胡搅蛮缠、无理取闹的人。你，我是不是龙眼大小姐已经不重要了，哪怕龙主真的站在我面前，你也不会承认我的身份。所以是与不是对你来说已经不重要了，你想要的只是诋毁我、质疑我。你放屁！今天来这场宴会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禀告龙主，揭穿你的身份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你依靠这层身份在外招摇撞骗，应该得到了不少钱吧？只要你现在离开这里，找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，重新生活，我想就算是真正的龙主想要抓住你，恐怕也很难吧。当然，前提是你要抛弃这个残废，不然他可走不快呀。就算我要走，也会带回来。你以为我会像你一样始乱终弃？你，好，我始乱终弃，你不也在我顾家跟这个废物眉来眼去吗？顾瑞泽，我不允许你污蔑我跟沈书恒之间的感情。你跟沈书恒的那些破事儿，还需要我来污蔑呀？当初在我们顾家，这个残废不受我家人待见，也就只有你会把这个残废当成正常人。这难道不足以说明你跟沈书恒的关系？还是说你完全就是善心爆发，才会做出如此善举？顾瑞泽，雨晴从来都没有背叛你，我和她是清白的。你少在我面前装宝了！你这样的残废得到了女人的关怀，能不动歪心思？我告诉你，沈叔，等我解决了穆雨晴，第二就是你。我顾家养你这么久，真他妈是喂到狗身上去了！顾瑞泽，你还真是冠冕堂皇！明明是你背叛了我，因为你和唐世瑶，我被迫昏迷了5年，整整5年。我醒来的时候，医院空无一人，我的失落无以言表。我以为你还爱着我，可是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。我说你不过就是个打工妹，有什么资格高攀我顾家？我告诉你，跟你谈恋爱
都是对你的施舍。我闭嘴！你能站起来吗？如果今天不打你一巴掌，我可能会后悔一辈子。舒涵，你能站起来了？勉强能站一会儿。哼，还真是医学奇迹呀！没想到你这残废了这么多年的垃圾，也能有重新站起来的这一天。多亏了雨晴帮我。多亏了穆雨晴，一个打工妹而已，能帮你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一个手术的钱，她都要打工10年才能凑齐呀？10年，别说10年，就是20年我也愿意。毕竟舒涵可是为了我，拖着残破的身躯在外打拼5年，才换来了如今的我。虽然呀，我很想对你们两个动手，但是我今天来这儿可不是跟你们吵架。据说今日龙主会亲自前来，到时候我只需要寥寥几句，将你在江城以及海城犯下的罪行全部说出来，龙主便会勃然大悟。你想向我父亲揭发我？死到临头还在装模作样。只要龙主知道了你假冒大小姐的事情，看你往哪儿跑！无知！好好珍惜你们最后的日子吧。雨晴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跳梁小丑吧，我倒要看这顾雨泽能耍出什么花样。舒涵，坐下。不用，我现在能走。舅舅，你来了。各位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外甥顾瑞泽。顾少真是一表人才，以后在上京遇到任何的麻烦，都可以来找老夫薛清河帮。我周家虽说比不上4大家主，但多少还是有些人脉的。顾少不必客气。那以后就要多多麻烦2位家主。对了，刚才在门口我看到穆雨晴那个贱人，这个冒牌货竟然来到龙隐宴。冒牌货？敢问就是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真假大小姐的事？没错，就是她。曾经去江城假冒龙隐大小姐，之后去了海城，灭了海城3大家族。此女简直胆大包天。这个贱人真是放肆！无妨，这次我让她有来无回。2位家主，实不相瞒，就是因为这个贱人，我顾家在江城已经是4面楚歌，而且他做事从来不计后果，对我顾家更是忘恩负义。顾少不必沮丧，区区一个女人而已，在我们上京根本就掀不起浪花。更何况她还冒充龙隐大小姐，你觉得龙主大人会饶过她吗？到时候都不需要你出手，这贱人就自取灭亡了。瑞泽，你看，这些都是舅舅多年的好友，有他们相助，江城你那点小损失不值一提呀。以后啊，就来上京发展，舅舅保准你一飞冲天。谢谢舅舅，也感谢2位城主的赏识。如果顾少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把我们薛家尚未婚嫁的女子许给顾少。顾少如此人才，你想济然独占，问过我周家没有？有了这些大人物的帮忙，以后我在上京必然是如鱼得水。穆雨晴，难道这个女人就是顾家之口中的冒牌货？我也未见过此女，不过凭瑞泽的反应，应该就是此女。今日的龙饮宴是专门宴请龙饮大小姐，无关人等，给我滚出去！你让我滚出去？没错，说的就是你们。我是这场宴会的主人，你让我滚出去？顾靖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敢直呼我的名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顾家家主而已，不过是上京一个2流世家。就凭你也敢在这龙饮宴上反客为主？哼，反客为主，我只是给各位宾客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而已。这龙饮宴是上京
最高等的，不是你这种打工妹可以进来的。如果你影响宾客的食欲，那你就罪该万死。好一个罪该万死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大夏龙主呢。你，顾家主，不用跟这个贱人生气。他来这场龙饮宴的目的，就是不想让这场宴会正常举行下去。我想，只要龙主大人一到，他就会灰溜溜的离开了。该离开的人不是我，该离开的应该是你们。放肆！这里可不是你胡闹的地方，睁大你狗眼看清楚，此为上古而不江城。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这里，要不是让你上天无路，下地无门。莫雨晴，你看到没？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顾瑞泽了，我现在在上京可是有着自己的人脉，就算有人在幕后帮你，你也掀不起什么浪花。他的幕后之人终归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就是给他们1万个胆子，也不敢在我们面前闹事。顾一泽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，你这样只会拖更多的人下水。闭嘴吧，残废！别以为你站起来了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在我眼里，你就永远是那个只能趴着的废物。这就是你们在江城收养的废物。沈书恒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沈家的那个废物儿子。你什么意思？当时你们沈家风头可是一时无二，差点就进军上京，幸亏我及时出手，将你们沈家摧毁了。摧毁？说到这儿，这里面也有老夫的功劳，要不是及时阻止沈家的发展，就一定会波及到我们这些上京的老牌势力。哦，原来他就是沈家唯一的嗣子，哈哈，有意思，居然勾搭上了这个冒牌货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还没听明白吗？你沈家当初覆灭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上京的几大家族联手设的局。我沈家难道不是因为于外财？我说你也太天真了吧！你觉得我顾家收留你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监视你，是怕你出人头地。结果你把自己搞成了个残废，我们呢自然也就放心了。当初沈家那位家主也是一位人才，只可惜玩不过我们这些上京家族，要不然他迟早和我们平起平坐。说的没错，还好有顾家主及时提醒我们，才能在沈家崛起之前出手。就因为这些，害死了我爸妈！什么害死不害死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！难道沈家当初的意外是你们几个造成的？当时我们只是略施小计而已，而你们沈家没有顶住压力，自行了断了，这可怪不了我们。这些混蛋！你最好搞清楚这是什么场合，要不然呀，神仙都救不了你。沈家小子，你沈家的事情不能全怪我的，明明是你不争气而已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如此废物的父母，当然能生出你这样废物的儿子。就因为你们几个混蛋，就因为沈家小子，话不可以乱说，我们只是用的正常手段而已。书恒，我来吧。雨晴，这些年我一直不知道，原来上京也是一个充满恶臭的地方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了龙女大小姐，在老夫眼里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周家只需动动手指头，就能弄死你。周家、薛家、顾家，你们几个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就算沈家覆灭，跟我没有关系，那又能怎么样？我有本事弄倒沈家，就有本事弄死你们俩。识相的话，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，要不然我可就放肆！是苏将军，重要的人物登场，你们两个今天是插翅难逃。苏将军，许久不见。周庆国，
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龙饮宴上指手画脚？苏将军，我只是……闭嘴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苏将军，这是……一定是这个贱人惹得苏将军不悦。他们两个人的死期到。属下苏月见过大小姐。什么？真的是龙吟大小姐？顾家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这里可不是江城，是上京，而且是龙饮宴，你对着一个打工妹称为龙饮大小姐，你岂不是把我等当傻子？顾家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，当初在江城，他冒充龙饮大小姐，都是苏将军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而今更是在这龙饮宴上承认她是龙饮大小姐，此乃大逆不道。你说大小姐是假的？没错，她就是假的。这个江城的打工妹，何来资格成为万人之上的龙饮大小姐？苏将军，你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不参与，但是你不能把我们当傻子。没错，穆雨晴是什么人，我再清楚不过，不可能是什么龙饮大小姐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苏将军，你还是赶紧让他滚出去吧。一会儿真正的大小姐来了，你的将军之位可就不保了。是谁说本龙主的女儿是个猫而过？龙主大人，苏将军，龙主大人已到，你这冒牌货该上路了。龙主大人，这是我的外甥。江城顾家。是龙主大人，我就是你辜负了我的女儿。女儿？父亲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受苦了。龙主大人的女儿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还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楼主大人息怒！从此刻开始，上京顾家、薛家、周家，全部给我覆灭！龙主大人不要啊！龙主大人，我可以解释的，这一切都是顾家主所为。你血口喷人！在我没有发火之前，赶紧给我滚！你真的是龙饮大小姐？你现在才知道，已经太晚了。滚！莫姐，这位就是我之前经常跟你提起的，一直在孤儿院里照顾我的大哥哥。